提及歼10战机，这可以说是见证中国空军成长的一架战斗机。歼10的出现，使得中国空军迈入全球顶尖空军的大门。但随着新一代战机的出现，像歼10这样的战机是将继续保持规模，还是给更先进的战机让位呢？据荷兰航空杂志 Scramble 称，中国的歼10C 战斗机已经停产了。目前，成飞正在集中资源，加紧生产歼20战斗机。荷兰媒体认为，随着中国歼20战机逐步用上国产发动机，如今的歼 20B 已经开启量产模式，而作为歼10战机的改进型歼 10C 已经完全可以被歼20所替代。实际上，与荷兰媒体的报道相似，国内同样有不少呼声，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停产歼 10C。首先，因为与歼 10C 处于同一代的歼16在性能上要更好，歼16属于双发重型多功能战机，而歼 10C 属于单发中型空优战机。目前我们对歼16这样的战机需求更大。另一方面，要保持空优战机的优势的话，可以大规模生产歼20战机作为替代。歼 10C 已经没有再生产的必要了，而且如今美国已经开启 F-35战机的量产，我们需要在第4代战机上尽快缩小差距。歼10的数量已经够多了，因此歼 10C 这样相对落后的战机已经没有生产的必要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真的有必要停产歼 10C 吗？我国是一个陆地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、幅员辽阔的大国。此外，我国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面积，不同于欧洲国家相对面积较小，加上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土保护基本靠盟友，保持基本的空军单位即可。我国的空军需要保护广袤的空域，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保持一支世界前列规模的空军队伍。尽管从数据来看，中国军机上千架也基本只有美俄能比拟，但是别忘了，我们的空军队伍中还有几百架歼7、歼8在内的2代机。我国刚刚停飞飞豹也就前几年的事，而且此前为了填补歼20量产前的空白，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苏35战机到货也就2年前。现在就谈将歼 10C 全部停产，未免还太早。一方面，大量的2代机需要尽早淘汰；另一方面，歼20才刚开启量产，而我国的歼10产业链也早已成熟，且歼 10C 的成本也远低于歼20与歼16。所以说，在歼20拥有足够的数量与生产线之前，最合适的就是继续歼 10C 的生产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判断，荷兰媒体认为歼 10C 停产，可能更多的是主观臆测。此外，即使看现在最强大的美国空军，其主力战机依旧是 F-15与 F-16战机， F-35战机早就开启量产，但也没有说一下子就取代上一代战机。况且最近还有消息称，美国空军还在重新考虑再购 F-16战机。因此说，4代机虽好，但3代机依旧是现代空军体系的主流。作为2个军事大国，美国与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处于对立姿态，而美军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，经常派军事单位去他国周边进行侵扰。而战斗民族俄罗斯面对美军舰的逼近，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呢？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1月23号，美国海军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塔纳德库克号驶进黑海，接近俄罗斯水域，而俄罗斯黑海舰队在第一时间便锁定了这艘驱逐舰。不同于以往俄军派军舰前去警告，这次俄罗斯军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演示一下如何摧毁美军舰。同一天，俄罗斯航空部队收到美军驱逐舰抵达黑海的消息，当即决定对美军舰进行有条件的破坏性测试，并且把俄军的测试方案发布到网络上。根据描述，当时有6架军机从克里米亚的2个空军基地起飞，奔向美军军舰，其中包括2架苏27战斗机、2架苏30 SM 战机以及2架苏24 M 战斗轰炸机。根据俄方公布的测试地图，在发现美军舰后，2架苏27首先出发，对美军驱逐舰进行第1轮打击，之后绕着军舰折返，紧接着2架苏30赶到，用导弹对美军舰进行第2轮打击，随后沿着苏27的飞行路线返回。按照俄军的设定，在战机进行2轮打击后，美军舰基本上失去战斗力，而随后2架苏24轰炸机赶到进行扫尾工作，依靠投掷的炸弹击沉美军舰。俄媒指出，此次美军派到黑海的塔纳德库克号驱逐舰，自2014年以来隶属于美军第6舰队。这艘驱逐舰经常出现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区域，接近俄罗斯领海，因此俄罗斯军方十分关注这艘军舰，所以针对这艘军舰进行摧毁演示。而最近一段时间，美军军舰进入俄罗斯海域周边也成为常态。此前，美军驱逐舰还闯入彼得大帝湾内的俄领海，差点酿成军事冲突。因此，俄国防部也宣称要解决美军舰侵犯俄海域的问题。作为俄空军2款当家的重型战机，苏27与苏30具备强大的对海作战能力，并且利用其机动性猎杀驱逐舰。而苏24凭借强大的挂载能力，可发射 KH-31A 高速反舰导弹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
的确能让缺少护卫的军舰有来无回。可以说，俄罗斯把美军军舰闯入手边海域当做一次模拟测试的机会，也挺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。这一点我们倒是也可以借鉴。而从此事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美俄矛盾依旧处于低谷，并且双方都有意进行军事上的示威。就中印第9轮军长级谈判前夕，印媒突然高调造谣中印对峙地区的消息，引发了外界对局势的猜测和关注。而在最近，我国国防部就公开了此次谈判的最终结果，与外界猜测的一样。1月25日，我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账号国防部发布公开展示了在24日的中印第9轮军长级会谈联合新闻稿。该文件中就交代，双方会晤地点在中方一侧举行，会谈最终结果按官方的说法是坦诚深入交换意见，会尽快举行第10轮军长级会谈。对于结果的描述，也算得上是我国官方一贯的外交辞令了。坦诚深入这个形容词搭上交换意见，基本就是两边人各说各的，而且吵得很凶，谁也没有说服谁，双方不欢而散。两边代表唯一得到的可能就只有10来个小时的会谈，灌了一肚子茶水。从国防部公开的文件中也不难看出，此次会谈结果并没有什么进展。有网友就调侃，除了时间和地点，这么多轮会谈下来，相关新闻稿根本就没有变化。实际上和外界早期猜测的一样，印度如今早已是骑虎难下。在2020年年初，中国国内疫情爆发，印度人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在中国身上狠捞一笔，掏空大半国库，想在边境搞点事情。结果没想到自己还在调集部队前往前线，中国国内疫情就被控制，印度匆忙调集的大军又被我军堵在前线，可又不甘心平白无故承担这么昂贵的沉没成本，就导致如今只能继续在前线耗着。更尴尬的是，中国如今已经恢复，印度国内的疫情却是完全无法控制，经济濒临崩溃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其实印度人在会谈前夕其实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想要在这件事情上耗下去。印度军方高官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就曾在会谈前一天对外放话，将会十分强硬地对待中国，绝不让步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与中国一决高下的准备。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也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印度正在边境地区进行基础建设，即使遭到中国反对，也会非常快速的进行。有观察人士认为，印度这个也基本就只是敢放狠话，不敢真下手的样子。我军在一线地区一直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，别看我军平常不吭声的样子，但印度真的想要越雷池一步，那就是当场试试就试试。而且我国对外政策上也一直强调的是和平发展，前线物资储备充足，甚至娱乐设施也安装到位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军先下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而印度就不一样了，前线的后勤开支根本耗不起，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很高。而一旦印度人犯了一个无可争议的大错误，想要结束，可能就不是印度人说的算了。